别人说我现在有多好的成绩，我就跟他讲，我的枕头湿了多少次，你们又有谁知道？就这个事儿把你哭了好多次。也不是，就是属于那种男人的那种，在那种环境下，你不服输，但是又很憋屈，有无奈。出海现在是很多企业和个人都在筹划之中的一个事情。那无论是产业转移还是出海创业，对大家来说，我们现在认可了一个理念：不出海就出局。这个理念已经深深地印入了中国企业家和各位创业者的心中。当我们出海之后，那出海的过程是如何的艰辛，是怎样的过程呢？其实没有出海的人是不知道的。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朋友来给我们分享他在出海越南的过程中，他的辛酸经历，或者说艰辛的过程，当然也有很多快乐的地方。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通美科的张少强张总。那今天由我们来一起向大家分享您在出海越南、出海创业的过程中，您的感受、您的辛酸苦辣，以及您每一段成功时候体验到的喜悦。好，欢迎张总。谢谢。那张总，请您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很感谢王总请我过来，这个确实是那个没有接受过这么专业的这种录制节目，你客气了。有点紧张。现在这个很多人、很多企业家、商人都在内卷的情况下，大家都想着快点蹦出去然后呢，在国外呢占有一席之地。对。或者甚至说句不好听一点的，就是深谷里面，或者是垂死的挣扎，希望有一个救命稻草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都有一些盲区。对。那个王总请我来聊到这些话题的话呢，今天来聊的目的就是希望，作为我这个从零开始的一个经历，一些心得能够帮助到大家，让大家呢。少走弯路，少踩坑，这样子这也是大家想听的，也是我想给咱们一起聊，因为之前我们聊过一次嘛，我觉得您的经历也好，或者您的这个创业的过程，或者您在经历的坎坷，我也有一部分我经历过，但是很多的，因为咱俩可能您做实业出身，那您的经历和我又不太一样，所以今天聊我也想。更多的经历，就是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经历过这些事情，打拼过来的，对，所以和大家张总说我带你们，你跟着我就可以坑干，或者其实他们很多是没有经历的，就是站在讲理论，对吧？我认为可能会是个坑，但是咱们呢是有的坑是真踩过，然后有的喜悦是我们真心的，成功之后的喜悦，那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确实是。张总，那其实我来越南呢也是有原因的。很多人问我，老王你到越南为什么来呢？干什么呢？我也给他们巴拉巴拉讲一堆。那今天您到这儿了，您是主角，那我也想了解，您是什么契机来到越南？然后来到越南之后呢，您对越南的有一个印象当时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也想，那你现在的印象和以前的印象有什么差别？一起聊一聊。好。其实我是属于2018年下半年呢年底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年底就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很空闲。然后在越南有个小客户，他是我培养起来的。他曾经为了让我给他供货，然后呢在微信，我不懂越南语，他也不懂中文，通过微信翻译，然后呢就是跟我聊了有2个月。一直要我供货，但是我们供的呢是整批量的，他是零散的，这个客户不对等，所以一直就没有做成这样子。然后后面呢，我帮了他一下，从朋友那调了一下货，
然后后面的这个销量呢就一直在涨，甚至翻倍的涨。然后做了好像有2个月左右吧，那个时候呢年底了，现在没事，就心里面想的就是没过来越南，反正现在没事，然后就过来玩一下啊。然后呢来了4天，那时候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这次来呢也不懂越南语嘛，然后呢我在当地也没有朋友，所以呢我请了国内的一个翻译带着过来的。来了4天之后呢，我发觉越南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就是别看它经济好像应该是比中国要差很多，但是它东西普遍都贵，普遍都贵的话呢，究其原因就是它的利润率高，那后面再深入了解一下呢，因为他们的银行利率高，然后存款利率高导致了，如果说我的利润没这么高，我还不如把钱存银行。是的，所以呢，他们的卖产品呢，它的这个利润加的蛮高的。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认为是利润高的地方生意会好做。那本身我现成有客户了，那个时候呢就想着在这里设个点，偶尔呢来出个差，是吧？然后发展客户，然后没想到这一走出来就基本上就扎在这了。也没回，就是基本上现在是长期在这边，就没想到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偶尔过来，那没想到现在就完全调换过来了，变成回国很少，对，就这样，常驻越南了现在。对，而且越南的一个治安，人文各方面还算是挺好的，对，人普遍是比较善良的，对，然后治安的话呢，相对还是。没什么多大的，或传说中的什么割腰子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啊，这个治安各方面还真的是蛮好的。晚上你如果出去外面自己一个人逛一逛，也没有什么担心干嘛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的感觉也是一样，在这其实就是越南非常安全。后来我回国，很多朋友问我说：“哎呀，老王那边，就你说的，是不是割腰子啊？但是不是这个有飞车党啊？”我说你。听我说，听谁说，看自媒体都不如自己来。本来中越之间就很方便嘛，你随时可能一个来回也就1-2千块钱，过来又能旅游，还体验一下。是，就像你一样，说不定就找到商机了啊。确实，在越南现在相对于国内来讲，机会会多很多。包括我现在就是感觉有很多商机。因为我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讲的话，看到有钱赚的生意，我肯定想赚，眼睛放光。那也不至于但是主要是个人精力有限，然后你精力少了，你做任何生意你都要有一定的精力的去付出，有一定的竞争力，对，有一定的优势。对，如果一旦你没有精力去付出的情况底下，你少了精力去付出了。那你的竞争力优势就没了，对甚至可能本来好的事情都做不好了。对，这个我也认可。你如果说做一件事，你只是拿出来一点点的精力去做，肯定也做不成，对，肯定要付出可能1多半的时间去做。说到这个话题，我有一个疑问呢，包括我自己最近也在想这个事儿。其实我15年来的，比你来的早几年。那个时候呢，其实整个的市场，看起来还是偏向于蛮荒一些啊，就是你看上去，基础建设更差一些，然后各种生意啊或者各种事儿啦，国人来的还比较少，当时大家出海的这种风潮还没起来，但是随着这15、16、17，到疫情前，其实已经迅速起来了嘛，就是来的人更多了，以至于有人问我，一来就说，哎呀，王总在这做什么事儿挣钱？我说我要知道了，我还告诉你我自己先干的，就是那随着疫情后，其实这2年国内这种各个行业卷得厉害嘛，更多人出来了。那在您看来，这种商机，和以前相比，还会那么多吗？其实我认为应该是更多。对，因为之前的就我跟您经历差不多嘛。
就是大家经常因为看到我这边可能有点小成绩，然后呢，很多人都会来咨询我，哎呀，有什么生意好赚，什么生意好做，什么钱好赚，我说如果说我铁定那个生意好做的好赚的，我基本上都没你的机会，那当然这样子。但是现在来讲是一个跟之前所相对比的一个不同，在于当时是属于中美贸易战之前，对，或者是初期，在那种情况底下的话呢，他们所浮现出来的一些商机，可能还在于桌面下，比较早期的，对然后有一些可能还没有看不到，但是呢，可能有一些预见性强的，有先知的，然后呢，眼光独到的，他捕捉到了。这个呢，商机可能就，比较相对于难抓，但抓到的呢，就是成功，这个飞跃会很快这样子。但现在来讲的话呢，有那么多的企业过来，那不单只是中国哈，对，日韩等很多看一些数据的话，在这种情况底下呢，现在叫商圈了。以前可能就零零丁丁的那么几家或者怎么样这种，没错，是。那现在形成了一个商圈了，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了，参与进来人越来越多了。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呢，它相互之间的这种参与度就更强了。是。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商机在于拼竞争力。你在国内有竞争力的，在这里就有竞争力；在国内没有竞争力的，你在这里就没竞争力。再讲一个就是属于。如果说你看到别人做得好的，我的见解是千万别去做。就是他的竞争力已经体现出来了。对，你去和他竞争其实没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大潮汕地区，的家里很多都是经商的，做生意的。有一个其实在以前的这种坏习惯，其实以前可以遵循。看到谁赚到钱了，做什么生意的，然后你会发现呢，很多行业呢都是可能是同一个村的，对，很多行业可能是都是亲戚朋友啊。以前的话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不卷，对然后呢那个供应少，需求多。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呢，他做好了，你跟着去做。这个市场够大，这个蛋糕够大你不在乎多10个8个来这样分。那现在的话呢，是属于这个产能过剩供应过剩，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呢，人家已经做得好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是人家是把成本抠到最近了，产品做到最精致了，市场做到最好了，客户呢这个服务各方面做得很好了，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想要再去攻城略地抢别人一杯其实挺难的了。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难了。所以在现在这种经商环境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自身。打铁自身硬嘛，对吧？这个如果说你本身自身够强够硬，你的竞争力在国内或者你自己本身所具备的，有比较相对别人比较优势的、强势的，有竞争力的，这个呢可能来越南会相对轻松一些而且越南这10年8年应该会机会会很多很多。反正我现在看到的有很多我都想做，但是我以我自身呢，但是呢确实是我的最缺的就是人力，就是有能力的人来帮我一起。没事了，我们将来大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如果有想法，大家一起找张总问。张总，你告诉一个机会确实一起干嘛？大家一起合作嘛。那个我们国家领导人都讲，现在是合伙人时代，钱一个人赚不完的只要就是首选，我还是觉得人品，对人品好，然后呢有专业性，这个能力的专业性，哪一个行业或者是细分的专业性，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呢，来到越南是金子一定会发光。对，没错，您说这个和我们现在麒麟去投这个企业也是一样的。第一个是团队的创始人，人品行不行？那这个考察完，那就对这个团队已经定了性了。对，然后才是你说的专业方面的挖掘，或者说对这个行业的壁垒我们去评估，评估完才能决定是不是投。是。张总，那其实我到了越南也有一种感受，就是可能有一些不适应。
我也想向您谈谈您的想法，问一问，您到了越南之后，因为18年呢，相对来这的中国人比较多了，那可能周围看到或者听到的中文会多一些。那您到这之后，也包括越南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接受啊，经济的这种接受啊，这种影响可能接触的也更多一些了。那您来这儿之后，您在这个相当于创业的初期吧，比如说越南的文化呀、习俗呀各个方面，您觉得在这方面它的不同给您带来了什么创业的或者是事业的过程中，有什么带来什么障碍或者困难？然后怎么解决的？就是说，你关于到一些人文，关于到一些习俗，关于到一些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的话呢，这点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越南跟我们中国是挨着的。那中国挨着的呢，那它的一个各个方面，从它历史和各个方面跟我们中国都基本上都是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对。那我以前的时候，我东欧我也待过2年，那相对比在那边的话呢，那个差异太大，那差异就很大了。所以说，在越南这一块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只要你合情合理这一块，我反而倒觉得越南是属于一个比较相对于传统，相对于善良，相对于就是说包容度比较强，就是从普通民众来讲的话，但是你说想到一些什么民族情绪各方面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作为我们是在商言商嘛，就尽量就是不要去冒犯到他们，我们就做生意嘛。对，礼貌性的东西还是必须要有，他们的尊卑是分得很清楚的。尊卑是指的是，就比如说爷爷辈这个父辈，孩子然后对于长辈的这种礼仪这一点我也是分得很清楚的对这样子，所以说他们是有儒家思想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思想。对，所以我插一句，我也到这之后我有什么感受，回去给大家说，我说都说越南也传承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其实我发觉中国人现在传承下来的倒少了，就是到越南你会发觉更多的就是这边的感受会更深一些，就是所谓的儒家文化呀，或者一些中国传统的礼仪啊，在这儿我觉得更多。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我们喝酒喝干一杯没了，这边喝酒还有握手，还有拥抱。搞的这个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我觉得都很好，都就是包括您说的这种尊称，其实我越南语没学会，好像每一辈儿都有一个尊称的一个词，对吧？我和你都有一个对，都有一个称呼。我说你是哥，我也会有一个说法；你是弟弟，我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对，就是姐妹啊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其实在这方面，我觉得是不是越南对这个儒家文化或者这方面的传承也更好？甚至就是怎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老头爷爷辈的，他平常不怎么干好事，但是呢，这个晚辈一看到的话，还是要尊称，还是要属于那种我要先爷爷你好怎么样，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但是呢，这个作为晚辈的呢，还是要这样尊称，不像我们说这个糟老头就没那么现实嘛。但是他们确实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在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这个爷爷不动筷子，没人敢动筷子。越南现在还这样，确实是这样子。中国以前是这样，现在好像慢慢都变了，就是孩子变成第一位，孩子先吃，老人家最后看看他边角吃一筷子。现在越南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改变，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基本上的话呢，还是很就是叫尊老爱幼，是真正的叫尊老爱幼这种，然后心地相对比较善良。你比如说国家出现一些什么天灾人祸什么之类的，你说除了企业方面的，他们的普通民众，他们都在做这些事情。他力量少，力量小，
力量小，他同样呢，他还一样可以去做啊，就这样子，就变成了大家都有这种意愿去做。你看我那个就是上一次前段时间不水灾嘛，我住的那栋公寓，晚上呢有专人在那里收衣服。就是旧的衣服干嘛的啊？这样子要捐，还有吃的、喝的、衣服等等之类的然后每天晚上呢，那里一堆人这样子然后都在这样打包啊什么之类的，这样，这是普通民众。但是这种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善良。所以说我们在越南的一个经商环境下才是好的，市场是够大的。然后呢，这个本地的人文、居住环境各方面呢都是挺好的，所以在这个是宜居宜商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会不会咱们俩就变成这个越吹了？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可能适合我们，但未必适合别人。所以呢，就无论怎么样都好，我们国内很多朋友。说想要过来做什么，我都会告诉他们，你过来待一段时间，你待一段时间和你的行业和你的一个专业性，等等，你去了解深入，我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对然后呢，了解完之后，就好像这个鞋是不是合适自己的脚，要自己去试，对这样子才知道，对吧？那我现在确实是试的这个挺舒适的嘛。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分享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呢有更多舒适的机会嘛。是不是适合？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对，每个人的体质啊，其实就是决定了就是我们的知识啊，我们经历啊，我们的业务啊，是不是适合这个地方？每个人真的不一样。对，这个我以前倒没想这么多。比如说一些很高端的产品，你来到越南的话，真的还不适合。现在越南也有那种扫码。就是现在很普遍的，就付款的话就是扫码付款，但是呢，他们的那个停车场门口，一定还是保安收钱，对，还收现金的嘛，对，还收现金的，然后他们甚至就是说，目的就是为了这些人有一些就业的机会，如果说他一旦少了这个工作机会了，那应该会有很多人就没有了，是，所以呢，在这个也是可能政府这一块有一些控制的。也可能，他现在也有很多，比如说楼下的停车场，但是银行那个码，出来的时候，交费扫他的银行的码，然后他确认一下到账了，就收钱了。张总，其实作为同样的一个出海者，我在这初期就是到了越南之后，其实有几年呢，就是我在这儿我们收购证券公司呀，开始经营啊，包括上市，初期这几年2-3年的时间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当时我拍我纪录片的时候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困难，缺不钱不缺钱，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前期的工作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当然这个今天您是主角，我就不说了。那您在这儿18年来了之后从落地到后来经营慢慢站住脚，这中间我相信肯定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困难、曲折。但是都讲完了，我觉得可能要用4个5个小时，可能都讲不完。我想您挑一挑，您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者有某个时间段最难的时候，或者最大的问题在哪？您怎么度过的？人有这么一个心理的这种习惯你正面对着的时候。你觉得是很大的困难，这个坎过不去了。当时嘛，你过后想想，也没啥了也没啥了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特别在于这种相对就是政治稳定，法治健全，对，相对健全这个国家。环境是没问题对，在这种环境经商的话呢，一个是法律，也必须要就是说依法遵循这个法律去做事情。有很多人因为就是可能走捷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旁边的一些小人没事儿，我有谁那我什么关系，然后这种是挖坑给你
这样子。第二个的话呢，还是那一句，打铁自身硬。在很多个国家，可能或者特别在西方国家，或者是在印度等等这些地方，你可能你有这个产品，价格够便宜，你在中国是合法公司，人家就跟你合作了。但在越南不同，你要沉得住气，要沉淀下来，要以德服人，以你的诚信去服人。基本上你至少要扛个2年以上。这2年的话呢，这个不容易，就起步的困难期。对，因为如果说是投机的心理，想要来赚钱的，赚快钱的这种，我就劝你最好是来玩一玩，你就回去吧。我说的过江龙，到这捞一把就跑，对吧？对，这种不合适越南。越南人的话呢，就是要跟你接触一段时间，然后呢，看到你真正的实力，看到你所做出来的一些事情等等，你有了一定的沉淀，有一定的信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越南他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宁愿可能在越南买贵一点，我都不愿意去中国买便宜一点，就算他有这个后援，他因为他需要这个信用基础，他需要后面的一些服务，对，需要他要规避风险，因为普通民众来讲的话呢，也是，他的经济真正发展也就这10几年，那这个过程是挺艰难、挺不容易的。然后呢，经济实力各方面也是比较薄弱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经不起折腾。我宁愿赚少一点，我也要保住，就是说我的货源是没问题的。所以我需要这个信用基础。那如果说我赚多一点，到时候这一批货过来了之后出问题，我找谁我找不了，那我就全毁了。他们现在大体上，大部分的民众还是这种心理所以说呢，沉淀下来，立足本地，然后后面的机会会很多的。然后说这个确实，真正困难，我第1年是非常的困难，别人可能是2年3年，我这1年这个算运气比较好。对于刚来的人来讲，或者是对于我当时来讲，最大的困难还是一个真心能帮你的一个翻译。其实我们到这都有一个共同的需求，有一个翻译或者助理帮你起步，对吧？其实大家能够来到越南经商，那已经有了一定的阅历，人的交际，经商的法则，或者是经商的技巧等等，大家基础都已经有了都差不多了。对，也没有太多的一些什么区别，因为越南跟中国挨得很近。对，但是最大的一个缺陷在于语言。那语言呢？这个话我这样讲，就一句话同一个意思，2个讲法，那都不一样。对然后你的生活，你不懂语言嘛？你的生活，你的那个这个经商各方面都依赖的这个翻译。对，那这个翻译他如果说他一有偏心，一有私心，一懒惰，可能呢会给你造成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损失，你根本预料不到对，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因为越南的一个这个工资的一个标准还不算太高嘛，对，我觉得呢最好的话呢是来了之后请2个翻译，2个然后相互呢要设定一个 KPI，就是等于说他们要形成一个竞争的一个关系，好，而不是让他们同流合污这样子就是最好2个都是女的，或者2个都是男的，这样子。如果说是同那个异性的话，他们2个可能会关系越来越近，那一起合着火了你说2个都是同性的，应该是同性对，就是2个都是女的，或者2个都是男的，那这样的话呢，他们会存在一些属于从心理上来讲的话，有一种排他性，然后我也要表现一下，你也要表现一下，那我们要从底里面我们要设定一定的就是简单的 KPI 的这种方式，让他们相互竞争，
是可能单独只是一个翻译的情况底下，他讲的就讲了，不讲就不讲，我们也不知道啊，没错，是吧？我早期犯了就您说这个问题，我一直是依赖一个人，导致了最后有一次有一个重要的这种商务活动，然后旁边正好一个中国朋友懂越南语，他告诉我说：“老王，你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你听到的根本不是对方说的话。”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的翻译给你加工了。”我说：“怎么可能啊？”他说：“不信你回头去问。”但是我怎么去问呢？他肯定不认嘛。但是我那个朋友他在越南待了很久了，越南语很好，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策略，就有的时候就你说的，可能我带一个翻译，再带一个助理或者带一个其他人，这样的话有个印证，起码会有一定的相互的监督嘛，就是不会乱说了，起码对，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真的很重要。有一些老板过来之后，他为了节省成本，他在翻译这一块可能还会很计较工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会造成因小失大。对，其实这个投资也不多。事实上，越南的人工成本要比国内要省很多。对，而且怎么说呢？我还是比较支持我们不能够在员工的工资上、待遇上去省钱。对，因为特别在越南这个地方，像我们公司的人员流失率，就很低，就大家跟着我这么多年，都这样子跟着。那你一个员工从开始适应你的工作，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能力，对，学习的时间，然后到他可以发挥的时候，又要很长一段时间。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这前面都是投资，对啊。不光是知识那个设备啊，知识投资，你还要付出精力去教的呀。其实一个公司的最大的财产就是人，对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现在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像我现在从今年开始，2025年开始，我就给员工送股份，就是这样子。就我要留住人才，你要让他们有这种跟我共同发展的这种同甘苦共患难这种心理，所以在越南现在这个经济发展这么快、膨胀这么快的情况底下，它的人才的培养跟不上这个速度，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越南现在你说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资金，它资金不缺，来自全世界的这些项目，这等等也不缺，它最缺的是本地人才，还是人。所以呢，可以这么去理解。你如果在越南能够网罗住人才，你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是我非常认可这个话。其实回过头来，好像我们直接进入了给投资者出海的人提建议的环节了。就是你来这儿，第一个。你出海到越南也好，到墨西哥也好，到其他地方，其实有一个前提，你是来这儿长线投资的，长线经营的，这是基础。如果是过江中，那你就是我们说这些都没用了。你看，你想培养人才，他根本培养不了，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培养，那就在这儿捞一把，捞不着，反正就失败就走人了。但是如果长期在这儿待，就培养人才，从基础的做起，翻译啊、助理啊。基层的这种员工啊，长期跟着你，那慢慢就变成，就是你的事业也好，对企业也好，就是起到了一个最基础的支撑，就是有了这个班底，你后边你的事业才能顺风顺水。我觉得有一个最困难的事情，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管住自己，管住自己，你做了什么坏事了？管不住？没有。自律吗？自律，对，因为我刚来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家一样，需要去认识一些中国的朋友，在这里有经验、有人脉等等所以呢，我有往这个方向去，那一天到晚都是吃喝玩乐，认识了四位这样子，后面我在想，如果你有这个精力，天天去这样子吃喝玩乐，你把这个精力花在做生意上面的话，那可能业绩要翻好几倍哦，这样子。对，所以后面慢慢的就少接触了，退出江湖了没有，就少接触了。然后我意识到的就是，你除了在越南是开工厂，
然后发欧美啊等等这些地方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接触中国人也好，接触越南人也好，但是也是要偏多去接触越南人。对，因为你在越南只有越南人对你的帮助才是，对，就是生意上最直接，包括生活上，才最大的。那后面呢？如果当时我现在往回头来想想，当时我经常跟他们去吃喝玩乐的话，我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成绩。所以呢，可能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这句话就是贴切在这一点。事实上，所有的问题，我觉得你只要是合法合规的去经营，或者就算是有点这个走灰色地带啊，也不至于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怎么样，毕竟法治社会嘛。在于很多人碰到的可能相对于比我多的，就是属于因为他们的一些我们的理解也好，或者他们的执行也好，在法律层面上有一些模糊的地带。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呢，你只要是尽量去做好这一块，我想也不是太大的问题。然后别贪，不要看眼前的利益，这也其实也是自律嘛，对吧？你说一直问我说什么最大的困难，我觉得管好自己，做强自己，那就没什么太大的困难，真的没太大的困难。其实因为我是在越南从零开始的，我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可能别人都不会遇到，因为他们可以用钱去解决。我当时刚来的时候没钱呐，但是我只要坚持我自己把自己做强，不要追求眼前的一些小利益，然后对员工好一些然后对做生意这一块很多合作伙伴好一些，对，只要是秉持着互利诚信，我觉得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咱俩聊了2次了，我都觉得你这个确实是不是叫描述出来的，而是真心你是想这么做或者已经这么做了嘛。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在这做事要合法合规的做，我另外一个体会就是大家说，哎呀，我在越南开车越南开车经常被罚，哎呀，这边交警很不好，一罚多少钱，我要给他塞红包。后来才明白，并不是说警察坏，而是说因为你先违规，我先犯规了，我必须给他塞红包，然后追求什么？追求在公正处罚的之下给一点便利。就和您说这个做生意，其实如果我们都是按照这边的法律框架、商业框架下去做，其实不用担心那么多。这个说到他们那些交警，是因为你坏，我才比你更坏。我犯规了嘛？对啊，你不坏，我怎么会坏呢？我天天这个做不该做的事儿。但是刚刚我又回想了一下，我曾经的经历就是最憋屈的时候，那就是刚来头3个月，生意挺好，但是呢，翻译要给你翻译，他就给你翻译，不给你翻译呢就不给你翻译，然后呢，甚至当着客户的面还给你耍脾气，那我是一个男人，对吧？然后呢，很多方面，因为我都依赖他呀，注册公司啊，办公，这个租赁啊等等，招聘啊，都通过他。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里没有亲戚，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那我又不能在客户面前表现我的这种憋屈，让他知道，因为怕给客户控制了，对吧？在那当时之下，我干嘛来这么受这个憋屈的？那怎么办？开除换人？不换不了啊，因为怎么呢？招聘也要通过他呀。对。你发招聘广告你也发不出去啊，你不懂越南语嘛？你只有这个可能在一些所谓的微信群里面招中文的。对。那基本上能够在微信群里面招那个有懂中文的这种几率很低啊。或者来了之后他直接跟他讲，他不行。或者甚至他来了之后，你不让他进，或者干嘛的，你也没办法呀。其实你那时候是丧失了这个主导权的。
完全全都在他那儿。但是你当时肯定你还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了才憋屈嘛，而且还要装不知道，你知道吗？知道了还要装不知道，不能撕破脸啊！因为你一旦撕破脸了，这个以后不好相处嘛，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甚至怎么说呢，就是，别人说我现在有多好的成绩，我就跟他讲，我的枕头撕了多少次，你们又有谁知道？就这个事儿把你哭了好多次。也不是，就是属于那种男人的那种，在那种环境下，你不服输，但是又很憋屈，就无奈，很憋屈，真的很憋屈。一个小女孩把你给就是控制了完全，但是你又不得不还要就是忍辱负重，还没法翻脸啊，只能继续。我打过好多次退堂鼓，大不了就不做这个生意了嘛，回去嘛，但是呢，坚持下来了。那我觉得你还是心善。后面的遇到的一些员工，大部分都非常好。咱们开场已经讲了嘛，其实你说的越南人民我们认为是普遍是善良的，对，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对，就是包括一些旅游的人来说，到这之后遇到了一些不和谐的，或者毕竟还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点点一部分，哪里都有不好，哪里都有。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嘛。对，包括您的体验，我的体验，其实也是我们遇到的不爽的地方，毕竟还是偏少数的。是，我们不是越吹，只是我们把这个事实罗列一下。是，对。那总体上的话呢，就是包括后面延续下来的这些员工，基本上个个都大部分都挺好的。那张总有个话题，不知道您能不能聊啊？就是虽然您对这个产品的宣传或者对这个中文宣传并不是特别侧重，有没有想法我们给我们的观众介绍您现在做的什么业务和产品，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液晶显示这一块的东西。液晶显示，从手机屏、显示器、电视机、会议机、广告机，就液晶屏幕这一块的，现在基本上呢都覆盖的都有了。那我没有做国内市场。我主要是现在是等于主力主要是做越南市场，另外还有其他投资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业，那是不是我这一块，那是投资的行业，不是主业。对。那就是对于来这儿，比如说已经在越南的这些企业，他们如果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啊，也可能会有需求啊，就是已经来越南的企业或者个人，或者说准备来越南的，能对接哪些方面？什么样的企业才适合您的产品呢？我是这样想的，我从来到现在，包括因为本身我是广东商会常务副会长，那我对于国人的这种在越南的这种产品的一些推广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甚至还有一些人认识我，知道我这个人，他未必知道我做什么产品。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一路艰辛到今天，从零开始，我之前甚至有一段时间是脱离了中国圈子，中国人的圈子。到后面我为什么重新去接触，就是我经历过的太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虽然现在回头来看，感觉不算什么，但是呢，有可能你就这么个坎，然后你就迈不过去了，你刚来的时候是特别难的。所以我希望呢，在我这个位置上，我想要做到的就是尽量能够帮到大家，避免踩坑。所以呢，谁约我见面谈事情、聊事情，来之前我都不会问目的的。然后呢，来了之后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到的，我基本上呢我就这个尽量尽力而为，会跟他们讲很多东西，让他们就是从事在哪一块的时候，怎么样去避坑，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的业务这一块的主力还是越南人，所以呢，我在业务的一个经营范围和策略这一块，基本上都没有中国人这个，甚至我有员工给我提议，就是做一些中文内容的 Facebook 的广告。我说这个没必要了。这样子，因为越南本地市场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开拓的，因为够大，这样子。比如说你这个有一段时间竟然脱离了中国圈子，那什么原因呢？能说吗？因为这个
来到越南这个地方创业不容易，越南的一个诱惑也是很多。就好像我刚刚讲到了，您提了好多次，就是想挖掘我最难的，那就是自律嘛。对。那如果说我继续跟他们吃喝玩乐下去，每天晚上喝到3、4点，然后呢，第二天你中午都起不了身，对，是吧？你怎么干事情？谈什么做事的？这样子。所以在那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自己警醒了，可能呢，我在那个阶段逼迫我，因为很多人都不看好我来越南，甚至嘲讽，甚至就是打击打压的那种口气，但是呢，我就不能输给他们看，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的话呢，我已经有接近那么一点基础了，然后在那个情况底下，如果说你去吃喝玩乐把它给玩废了，那就真废了，那就真废了。老张就是我说那个样子，成不了也不是说成不了，他是没看好越南这个地方，就是认为我来越南是浪费时间精力，这样子。因为我很看好和他们没看好，他这个行为和思维都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当时我一定要做好。为什么说是给翻译真的是属于叫欺负啊？在那种这么憋屈的情况底下，我还坚持着多少次的想回国算了，还坚持下来，就是不服输嘛。你这就算是最终败了，你也要坚持到底呀，对吧？你至少等于说，而且那个时候是欣欣向荣那在那个情况底下，你在某一些委屈就好像前几天的时候，有位我们的商会里面的有那个领导跟那个省人大的那个领导来这边这个了解情况的讲到我的时候，讲到我说什么样哭什么之类的这些，我说这个是一个壮举，怎么给你说的这么惨呢？是吧？忍辱负重那是一个壮举，对那是一个破裂，是吧？那不是一个惨剧对不对？事实上就是这样，确实这个这么一路走来，现在回想的话，确实没什么太多不好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足球比赛您赞助了，然后后来了解之后，感觉您这边可能在企业做好了做大了之后，您这边事业上升期的过程中，好像也一直在做一些公益，包括这个还听说您准备在医院附近开一些免费餐厅，就是给这些经济条件不好的人提供一些粥饭就是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也是企业家的一种善举，可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在世界各地都是一种对社会的回馈嘛。您这方面我觉得也想听一听您的介绍，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您这边的想法。像我平常跟我们的员工开会或者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到一个，就是一个公司10个人以下的时候，那是为了赚钱，单纯为了赚钱。达到10个人以上的时候，慢慢就是变成了一种责任。那我们公司现在也有180号人，那是承担的一定的社会责任。对，刚刚您讲的就是叫回馈，其实我没这么认为，我觉得是一种责任。但是，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高尚，这个漂亮话这样子。但是其实起初的时候，可能某一些人对我们中国人不太有善待这样子。我公司门口一直挂着2个越南国旗的。好你本来就是越南公司嘛？越南公司回顾了一些，就是了解一些以前的一些历史和现在的一些情况，甚至我第一次去拜访我老婆的奶奶，她都举着她的那个遗像说，她爷爷以前跟你们中国打过仗的，很尴尬那感觉那刚开始的这个目的没有这么
这种高尚或者是社会责任感等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来越南做生意，可能有一部分已经在抢了越南的一个饭碗。对，会有这种情况。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有很多就有一小部分人呢，他觉得就是会对你有一种敌意，有一种敌意，他抢了你的饭碗这样子，你抢了他的饭碗这样子。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些竞争对手呢，他会影响其他人，来共同对你产生一些敌意。那当时初衷为了就是说做慈善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了减少他们对我的敌意，起到一个广告的一个作用，这个是私心。但是做着做着呢，你做多了，你就看到了很多那些弱势群体，对，看到了很多就是觉得他们确实是没办法。你在那种情况底下呢，你有能力的，在你的能力范围内，而且呢也对我们没有说是缺胳膊断腿干嘛的，就是也负担也没那么大。对，负担就是在我们可以负担的一个情况底下，那我们做一些能够帮助很多人。现在比如说我们去外面吃个饭，请个客，18000的也是正常。对，那18000的话，你可能可以给到20个弱势群体的家庭1个月的生活费，越南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少吃一餐这样的饭，你就可以给20个这样的弱势群体的这种家庭1个月的一个生活费了。对，所以呢，在那个慢慢加上呢，就是我老婆也很支持，她自己呢是勤俭节约啊，从来到现在呢，就是带她去商场的话呢，是空手进，空手出，逛完1000啊，然后呢觉得没必要买啊，或者是太贵了。那我们的经济条件的话，买套衣服干嘛的是还能支撑得起的嘛。但是他呢，对这个慈善这一块的非常支持，非常支持。只要是慈善的，他不过问花多少钱，他都没有说过，啊，没有怀疑过，没有讲过什么不好的话，或者不愿意或不认为这个不合理，都没有过。你说其他的话呢？因为他是财务总监，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其他的话有一些哪一点点不合理，他都给跳出来。但只要是慈善这一块的，一句话都从来没讲。那你刚刚讲到就是说足球这一块的是，因为是一带一路嘛，沿线国家10几个国家和地区，聚集在一起踢足球。上半年是去泰国，我呢是独家赞助。下半年呢我是独家冠名，那基本上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在越南的企业，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因为他们来踢足球的也是各个国家的中商会的一些人员，也是在中国人在那边工作生活的人啊，中商会的一些人员，然后呢就是爱好足球这一块的。能够起到大家就是说这一带一路的一些商业方面呢，然后呢交流啊，像商机方面呢，我们有一个等于说共同的一个群体，那生意上呢大家有互帮互助。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因为去年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有一个慈善基金，每年是20万人民币。那去年呢在越南没有什么天灾人祸各方面的东西，然后去年这个钱就没花了，没花。后面我今年想起来，就是足球队队长跟我讲说是需要赞助这个事情，需要找人赞助然后我想起我公司还有去年剩下的20万这个钱在那放着那我就赞助了。那后面呢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了全程下来1年下来本来是计划是上半年的嘛，但是确实也搞得很好，影响挺大。因为这个事做的时候可能还没想那么多，一旦做下来，影响还是非常好的。是包括我们中国大使馆公餐无公餐然后中国商会
这个各个领导都很大力支持，对他们这个负责人他说，我们这么办了之后，其他国家的不知道怎么办下去，等于是就和2008奥运会一样，干完了别人怎么干呢？这超不过去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相对服务各方面呢，高规格一点。我甚至呢，我也在闭幕式的时候也讲了，就是说，在越南也有不少商机，如果说大家呢有需要、有兴趣，想在越南这一块和他们在当地国家，经商能够起到一些互联互动，的情况底下，有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们这个一定会尽力去做一些帮忙，这样子。那现在确实是有一些已经在互动了。那张总聊了这么多，还有一个想问您的，就是请教您的，那图美克，接下来有什么布局？比如说接下来，有没有这个越南的发展规划？还有比如说有没有从越南再出海到东南亚其他国家或者更远的国家去这种市场扩张的计划？这相对取决于就是人才的一个缺口。我们如果说有足够的人才，这个越南市场是够大的。我们在越南现在等于说是确实是有了一定的这个知名度，在于行业内的话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呢，我们做好本地市场，做好我们的服务就行。越南虽然说经济条件各方面比不上我们中国，但是它这里呢，我可以这样理解为，除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里长的、地里走的，其他的都贵，再加上呢，他们一些大品牌，因为他们越南人的品牌观念很强，就是崇尚于要买大品牌的东西。对。那大品牌有它的品牌溢价，那品牌溢价的话呢，导致了这产品呢更贵。那我们图美克东郭公司的一个秉持的一个这个宗旨就是好货不贵，好货不贵然后尽量开发一些适合本地消费的这种产品，然后呢跟大品牌的这个价格差距拉大，做好我们的质量，做好我们的服务，这个是我们这个方向。另外其他的呢，也有一些副业，酒店娱乐行业，现在已经在做着的。然后呢，还有装修，装修的话呢，已经在启动，就是自己打造那个样板房，这样子，然后买一栋房子，然后呢自己打造，然后呢，明年的话呢，在胡志明再买一块地，再建一个样板房，因为还是那样，就是市场还有很多的不透明，造就了有很大的空间，那这个空间是靠我们去挖掘的，特别你说像装饰材料、装修这个行业，有很多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去发挥，做得更好，所以呢，刚刚讲到的就是前面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只要他做得好的，我们不要去碰它。别人已经形成了绝对的竞争优势，那么就不要去给他硬刚。对，找到一个适合我的细分的赛道，我去干活，对吧？挣我的钱就行。应该是看别人没做好，没做好的东西，我们就有机会了。如果说别人没做好，你有这个自信能把它做好，这个行业你可以来做。那说到这儿，其实就正式进入这个环节，给我们这个看视频的朋友们，大家想来越南创业或者说想出海的朋友们，提点建议，或者提一些忠告，对吧？我觉得吧，如果说以投机的心理，来越南，赚快钱，这个不合适啊。对，然后自己本身在国内行业或者自己的能力，不是优势的，没有竞争力的，那等你确实具备了，提高再来，提高后再来，然后不要想着，就是一提到越南就是
那个什么美很差女啊，很乱很美女老婆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虽然我们张总也娶了个越南美女老婆，但是不代表大家都要来这儿娶老婆是吧？那也不是，那也不是，是事实上是怎么呢？以对待我们国人的这种平衡的态度来对待越南，是的。这样的话呢，你等于说大家是平视的，对，这样呢，你才能够在越南发挥得更好。是的。其实就您那个话题，说起来嘛，上次我们也聊到这个事儿，现在我们其实很多中国人是一种不正之风来到越南来干什么？来做直播，然后说到越南去找越南老婆呀，很便宜呀，什么很漂亮啊，拿这个话题噱头来去吸引流量嘛。是，还有小姨子很多。对，一群一出来5个小姨子6个小姨子，那对我们来说。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在越南，我们也借这个录视频的这个机会说嘛，对我们长期在这的华人来说，我们是非常反感这个事儿的。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大家是国内的朋友，大家并不了解越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吧？那真的是以为越南你看去了，找到一个女朋友很漂亮，然后还有5个漂亮的小姨子一起陪着上街逛街。但是其实这是我们非常反感的一个事儿，我们也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张总说的非常好，我们平等的看待中越的关系，包括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对，那个买卖老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了。你到了越南，你有了事业，你就可能就有缘分找到一个漂亮的贤惠的妻子。你如果只是投机的气氛来了，你想找个美女容易，但是她肯定不是你想要的老婆，那是两码事儿。所以很多朋友说我到越南找了老婆不好，怨你自己，对吧？其实跟我们国内一样，如果你自身有男人的这个个人魅力，你永远能够是一个很好的磁铁，对，能够有吸引别人这样子。来到越南也是一样，你是一块好的磁铁，能够吸引到好的伴侣。对，那比如说我老婆确实挺好的，自己表扬一下。对，然后如果说是想着来这边属于有一些歪门邪道的，骗个感情啊，或者骗个流量啊。对，这个3年前我开始接触抖音这一块，看过了那么多，始终呢正能量的、走正道的，还在继续存活着。不说他那个能够有发挥的多大多好，对，这个的个人能力有区分，但是呢，走歪门邪道的，然后基本上呢没几个月那就销声匿迹了，是的，就这样子了。特别是讲那些什么所谓的越南老婆多少个小姨子什么之类的，越南是一个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一个国家信奉佛教的一个国家。他们有正能量的这种思维，就大部分人那有一些小人呐、坏人呐，这东西正常，哪个国家都有那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不可能说是存在的，好像是以前的皇帝一样，3妻4妾76宴什么72宴什么之类的，这种呢，只有你在做梦的时候可能可以梦到确实就不要想了对，就不要想了我们还是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要好好的步好我们的每一步，踏踏实实的，最终呢才会有一个真正好的结果。在这儿我也给大家分享，其实因为张总刚才说的都是工作事业，没有说到生活。张总在这儿这几年呢，除了事业成功，还找到了一个非常贤惠漂亮，对他工作非常支持的一个越南的伴侣。刚才他的分享过程中，大家听到了，就是他的公益事业，他老婆非常支持。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监，从来不拦，从来不在上面心疼钱什么的，都是全力支持。对于张总这块呢，我非常羡慕我也觉得这是您的这个这是我的福气，事业也是福气，也是缘分。其实我觉得您这方面也特别谦虚对这个事情的评价也特别中肯。我为什么想跟你聊？我觉得就是咱俩聊的过程中，我接收到的真是你的很多说法，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特别你做实业的，我和做实业的很多人聊过，我得到的很多信息并不是完全积极向上的。但是咱俩聊完，我觉得
张总，我必须跟你好好这个沟通一下，让更多人去通过您去了解您的这种创业的过程您的这个幸福，您的快乐，同时呢也能通过您去了解作为一个成功的华人出海的代表，可能您代表了很多的成功的出海的华人的也希望大家通过张总去了解我们在国外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心理所想所感，对大家想出海的人也是一种带来一些启发。成功不敢说，只不过呢就是6年前从零开始，然后呢忽然之间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冒出一个这样的人出来哈，然后呢，相对大家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好奇，或者呢是觉得确实是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因为怎么呢，就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好，只要呢就是真的是属于那种走正道，对不要想着歪门邪道，对这样子，我觉得真的本本分分的做好自己，做强自己。我从来到现在就是1年下来哈，我跟客户吃饭，单独请客人吃饭的，不会超过5次。别人做生意要整天要请客人吃饭啊，然后应酬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营销手段嘛。对，但是呢，我一直以来我是精益求精的做强我的团队，做好我的产品，负责任、诚信，对就是我一直在跟我的竞争对手在比较，我怎么样能够比他这一方面好一点，那一方面好一点，那一方面好一点，因为我们商人之间，我一直是这样秉持着，就是如果说我的价格比他高，那我这个客户，我天天跟他吃饭，他还会跟我合作吗？那他利益上受损，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在商言商嘛。对。那我的质量没有他好，我天天跟他吃饭也没用，他也不会跟我，早晚会离开你。所以呢，我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有这么大的市场份额，那说明了什么呢？他们选择我，对，你可以不选择我，对，我甚至有一些客户不好的，我就直接撇掉了，我就不要了，就不跟他们合作了。但是只有我放弃客户的，没有客户放弃我这么多年，那就是我在不断的精益求精，对，去做好自己。你不用跟他吃饭的，不用请他喝酒，不用送礼，他还给我送礼，然后到年底的话呢，每一次春节回去那个我回中国，他们呢从南中北，所有的客户会联系好，然后呢选择一天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请我吃饭，给我送行，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只要做好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精益求精，做好自己，不断的检讨自己，哪一天做不好，对，哪一个事情做不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可以少吃饭少喝酒。那您的自律已经做得很深刻了。这个跟自律没关系，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以前我有个老师，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过班，他那个总经理他跟我们讲过，你要记好每日一错，然后呢1年365天就365个错，但是你经常翻来看你记好3-5年之后，你这么多错误，你人生没那么多错误的，你经常犯了，你就不会再犯了嘛。但是这个我还没坚持到底这个我没坚持，但是我一直就是说，一直在检讨自己，在这个生意场上，在越南这么多年为什么别人会做得比你好？为什么呢？你还有人能够跟你竞争？为什么呢？你的竞争对手还能够继续生存？那这个呢都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做好了，他就没法生存了就是这样。张总，我觉得这是你的叫什么经商理念，还有你的为人的一些理念，向您学习。生意上的东西呢，商场如战场，你现在是第一的，你从
零开始爬到第一非常难，甚至第二爬到第一，非常难。但是呢，如果说你第一滑到第二、第三、第四的话，很容易很快的，吃喝玩乐就行了，很快就掉下去了。就是经商嘛，就如履薄冰。然后呢，在那个商场上，我们应该就是人商嘛，人商来讲的话，也是要从商业的角度。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想去吞并谁，想让谁没饭可吃。我们只是想的就是说，让我们做得更好，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做得更好，自然而然的，他们做得不好的情况底下，他就自然没饭吃了。对，本身做得更好也是为了客户嘛。我们做一个行业做得好的话，客户受益了，首先受益的是客户，然后才是我们，对吧？但是这个我们，它不代表只是我，我还代表着我们这么多的员工。甚至一个行业，还有我这个所有的供应商，对，也包括我的家庭，后边好几千口子，是不一样的。我担着这么一个责任所在，那可能竞争对手他也同样担着这么一个责任所在，所以我跟他不是我跟他竞争，是我跟他的这个责任相互所承担的责任在竞争。发现你真的可以将来写本书。虽然我们不一定是一个公众人物，但是我们都肩负着去，引导一些舆论呢，或者带动一些思想往一个偏正的方向走。其实我觉得这一块你做的非常好，无论是刚才分享那些关于创业也好，或者说经商也好，工业也好，我觉得都是能够值得很多人去学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就是在做生意这一块来讲的话，可能呢，我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别客气了，我觉得做生意也不错。每一个人成功，他都有他的道理，但是呢，肯定也有不少毛病啊。毛病谁都有嘛。对。还有你那个呢，你每天反省一个毛病，你几年下来基本上都消灭了。同志们记住啊，以后明天起你们给我提我的毛病啊。一天一个毛病。3省吾身。对呀，每日3省吾身嘛。3省有点多了。3省多了嘛，这是我们的古言嘛，对吧？对。但是呢，我们这个就是买一个小本本记上，就晚上睡觉之前，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就记一件就行，不用记太多然后呢，你365天就有365个错3年就上千了，上千个错。那你上千个错，你经常翻来看，到那儿就变成圣人了，你不会犯错了。至少呢，可能比之前犯的大一点，现在后面就变小一点。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自律啊。对。所以说最困难的，我就是不自律，还没有坚持下来嘛。回到这个话题了。最困难的就是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其实呢，它只要是一个好的方向或者导向，即使没坚持到底，已经对自己产生非常好的影响，正向的影响也可以了，对吧？就是你说，我3省吾身，我每天醒一次，1年我就醒10次，它已经非常好了，不一定1年做1000多次，那确实做到坚持下来非常好。之前自从那个老师那个总经理给我们开会的时候，要求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之后，后面我的人生可以说因为这一句话有了一些改变。以前的时候呢，属于那种年轻气盛谁讲的你不好，可能表面上然后呢装着没事，但心里面很不舒服。慢慢的呢会觉得就是需要别人跟你讲不好。人在你面前讲好的这些东西，奉承你好的这些东西，反而感觉听着就不入耳。然后呢，跟你讲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你冷静下来，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呢，非常的现实。对，因为讲你不好，他自损；对，讲你好，他获益。对，那愿意去自损来跟你讲不好的这种人，我们应该多珍惜。太难了，太少了。少，真少。这6年确实是很不容易。现在那么多的中国人过来，
你说现在让我归纳出最困难的事情，或者是哪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我归纳不出来，因为已经走过去了。但是呢，自己会觉得特别的累。这5年里，我确实是老了不少啊。人家说是什么白头发，我染头发了。我也希望就是现在在国内那些内卷的，能够真正的意识到这个市场的这种残酷。以前呢，做贸易，通过那些阿里巴巴或者是什么环球资源，然后呢，在网上发布一些东西，然后呢，客户呢订个样品，然后呢再发过去，然后确认了然后就是订单下来了，很简单。那现在的话呢，跟以前的这个环境不一样了，你必须落地，对，企业落地才能够真正最终抓住你的终端，才能够把这些客户基础关系、产品的延伸、服务质量的保障、客户的粘性等等这些抓得牢牢固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真的想做好，企业落地真的很重要。那关于企业落地的话，如何落地没那么容易，再加上结合不同的因素，各个人的一些情况，各个企业的不同的因素，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是多听多看。甚至我刚来越南的时候，我想我做的这个事情应该很少人有做。我注册公司之前，我先去越南的法律学院去听课。这个很难做的。越南那法律学院呢，门口有一个咨询的一个地方，他收费的，1个小时好像是$50，我记得。我在那里花了$200。然后我带着翻译去嘛。然后我去之前，我先做好功课，我需要问一些什么，因为我发现有一个弊病，就是中国人来到越南，他会败北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自负。这个很多人的毛病他的自负在于什么呢？在于他的经验，在于他所经历过很多，他也有成功的一些经历。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在中国经商的这个思维，你来做越南的事情，或者在其他国家的事情，那是不对的。对。你必须要走入当地，融入进去。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的员工管理、你的客户的这种思维，很多跟国内都不一样。但是呢，你会觉得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不是啊。是。我见过很多朋友来，都是就你说的很自负，我在国内很牛逼啊。我可能这个挣过多少钱，或者管理过多少人，或者说管理过多少资产。觉得到这儿我们叫什么叫俯视嘛，但其实是错的。真正到这儿了，才发现以前的很多东西是不能用的，和当地还是有差距。事实上就是，我经常喜欢讲的就叫对症下药。你先要来这里看一下，了解清楚情况，你用的药呢才有效。你不是说感冒就一定要用这个哪一种感冒药。像我们中医来讲还有什么风寒什么什么等等不同的一个那用错药了，这个药再怎么厉害没用。对，就这样。所以很特别，这个经常来的，包括我现在的负责人，一些项目的负责人，他们觉得他自己在中国挺牛逼厉害的然后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些光辉历史，来到了之后呢，这公司还没来到2、3天呢，然后呢就能够洋洋洒洒跟我讲一大篇，我听都不听。我说你再待1个月，然后你要走进去，然后他在那里一天到晚做着一些什么方案什么这些东西，他没融入进去啊。到1个月之后呢，给我一堆东西，我当着他的面我就扔到垃圾桶。你根本你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我就问他，我们公司哪一个的员工叫什么名字，哪一个部门谁做什么事情，他的品性怎么样，他的这个特质怎么样，他特质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你知不知道？都不了解，肯定都不了解了，就坐在办公室里面，在靠自己想象，靠自己的经验，包括甚至上一次有一个中国的
这个深圳我们行业内很厉害的企业的老板过来跟我聊了一大堆，聊了之后，我跟他讲，我说你跟我们见过的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一样，最大的弊病，就在于你自认为，因为你不同的国家肯定的有着不同的一些这个特性，对，和这个人文和这个职业操守等等都很不一样的。对，我们原来还给定义了一个词，就是大家不能带着傲慢来。自负可能和傲慢还绑定在一起了，对吧？就是傲慢，我觉得就前面你描述的很多嘛，就是大家基本上就是处于一种傲慢的状态。我以前很辉煌，那我到这我觉得，然后那边很发达，这边很落后，我很傲慢来着。但是这个大概率失败的概率非常高。你总是以傲慢和自负的这种心态去做事、为人处事的话，你会失去的更多，然后呢，会把距离拉得更远。没朋友，没员工，没有生意伙伴。其实这个儒家思想确实挺好的，挺好啊，真的，我们应该多学习。您也对这个镜头前的朋友送上一句话吧。祝愿各位来越南的同胞吧，平安顺遂。认为需要我能够起到一些什么帮助的情况底下，可以联系我。也希望因为我的存在有利于大家，对于大家来讲是有价值性、有建设性的。谢谢。我们节目录这么久，我觉得我和张总聊得还是非常开心的呀。今天确实也从张总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品质。比如说我下周明天起，我就要每天给自己挑一个毛病出来啊。当然，也更希望我们屏幕前吧，您看到我们的视频呢，今天我们的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那我们就非常满足了。也希望大家到越南，出海到越南来创业也好，或者经商也好，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平视，然后这个踏实的去做事。我觉得张总就是一个这样的代表，很踏实肯干。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朋友到越南来。我觉得我们长期在越南扎根儿，对，用我的话就叫做我们共享越南发展的红利和越南一起成长。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想法。不要净想着让自己赚钱，也要让你身边包括越南的一些朋友一起赚钱。你对他们起到了帮助，他们对你帮助可能会更大。对，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收看下期的麒麟会友。